前阵子看到个新闻，说是有400多个客工被拖欠薪水。说实话，在新加坡这种事真不算小。你想啊，400个人没拿到钱，这绝对不是什么公司内部出点状况那么简单。你要是处理慢了，后面跟着来的就不是单纯的讨薪了，住宿啦、签证啦，甚至治安和整个工地的运作，全都会跟着出毛病。最近这起事儿里头 ，MOM 也就是人力部，还有 NTUC 直总那边，真的是火速下场，给特别准证，安排各种援助，直接把后续的协调工作全接过来了。很多人看新闻可能就觉得，哦，政府出面救急了呗。其实啊，新加坡这么干，根本就不只是为了帮这400个兄弟拿回血汗钱，说白了就是怕这把火烧到外面去，得赶紧把这种可能失控的劳资危机给拉回制度的轨道里。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事儿，随便聊聊新加坡那套最关键的治理结构，也就是劳资政三方机制。这玩意儿听着挺官方，挺枯燥的，但关键时刻还真能稳住局面，可能吧，这就是新加坡社会稳定最硬的一层底盘了。说起来，外籍劳工在新加坡可绝对不是什么边缘群体。你看人力部之前发的数据，拿 Work Permit 和 S-Pass 的人数一直都非常庞大，加起来上百万肯定是有的。建筑、海事造船、工厂制造，还有那些清洁和餐饮行业，基本上全靠外籍员工在撑着。我听一个做工程的朋友讲，他们工地上稍微少几个人，整个进度就卡死了。你每天看到的那些修路的、送外卖的、组屋、楼下打扫卫生的，背后全是这套用工结构。要是哪个环节突然出现集中性的欠薪，影响的绝对不只是那个破产的老板和可怜的员工，它会迅速变成一连串的麻烦。比如这帮人住哪里，签证怎么办，情绪怎么安抚，还有别的工地缺人怎么补。新加坡对这种事特别敏感，其实是因为他们心里那本账算得很清楚，社会秩序乱了，成本太高。对啦，2020年客工宿舍爆发疫情那阵子，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当时政府砸了那么多钱和人力进去，搞隔离、搞检测、管饭吃，主要就是为了避免那种高密度人群在失控状态下搞出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个逻辑到现在根本没变。对于新加坡这种巴掌大的地方，等火烧起来再去灭就太晚了，必须在最前端就把火源给掐断。所以这400人的事儿绝对不会被当成普通的商业纠纷让你慢慢扯皮，它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必须马上拆。接下来你就看吧，人家根本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是有一整套早就搭好的流水线在等着接手。咱们随便聊聊这套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新加坡天天喊的这个劳资政，平时看着也就是谈谈涨薪啊，搞搞技能培训什么的，但一出事，它马上就变成危机处理系统了。欠薪这事儿一出来，第一道防线基本就是调解。现在处理这种纠纷有个很关键的平台，叫 TADM， 全称是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它的作用挺实在的，就是让拖欠工资啊、解雇、赔偿这些烂摊子赶紧进入一个有时限、有规矩的流程里，别让老板和员工自己在私底下硬碰硬。很多纠纷要是没个规矩，员工觉得被耍了，老板又两手一摊说没现金流，大家都在赌气，最后肯定要吵起来，甚至闹事。TADM 就是把大家强行拉到桌面上，先算清楚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工时怎么算的，然后再看能不能调解。我看网上有些公开资料说 TADM 处理的很多案子最后都在调解阶段就搞定了，这说明它还真不是个摆设。不过光靠调解肯定不够啊，这次可是400多个外籍员工，现实的生存压力全压在他们身上了。没钱交房租，没钱吃饭，准证要是被割了还得马上回国。这时候
NTUC 底下的 MWC， 也就是外籍劳工中心，就起到大作用了。MWC 这几年一直都在干点实在事，比如遇到这种突发状况，先给工人安排个临时住的地方，发点生活费，稳住人心。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连肚子都填不饱，晚上不知道睡哪，你跟他讲什么法律，讲什么流程，他能听得进去吗？ MWC 把最危险的这个空窗期给补上了，把工人们的情绪先安抚好。你可以这么看，政府去管法律和制度，工会体系负责把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保住，两边配合着把一场可能上街闹事的危机给拽回到办公室里解决。新加坡的制度设计就是尽量不让个别老板的烂摊子变成整个社会的麻烦，要是政府就在旁边看着，让你们自己去打官司，最后倒霉的还是整个社会体系。所以他们处理起来特别现实，先稳住人，再走法律程序。人稳住了，接下来就是很现实的身份问题，还有钱最后到底谁来出。这里有个东西叫特别准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pecial Pass， 俗称白卡。很多人以为给张白卡就是临时照顾一下，其实它是个算得很精的行政工具。你想啊，客工的工作准证都是绑着老板的，老板一跑路或者公司一倒闭，原来的准证就废了。要是没个新身份，这帮人立刻就成了黑卡，不能做工，也不能待太久，连个看病的地方都没有。Special Pass 就是在这个调查讨薪啊，或者等新工作的过渡期里，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这个设计挺绝的，一来工人不会变成没身份的盲流，二来政府也能随时掌握这些人的动向，不至于让事情脱离控制。要是几百号人突然失联了，那后果简直不敢想。再往深了看，这白卡还连着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呢。新加坡现在到处都喊缺人，尤其是建筑工地和造船厂，一边是老板出问题，工人没活干，另一边是市场上大把的岗位缺人。那最聪明的做法，肯定不是把这些已经在本地混熟了、有经验的工人直接赶回国，而是赶紧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给他们找个新老板接盘。这对工人来说是保住了饭碗，对新老板来说是捡到了熟练工，对政府来说呢，就是把一个潜在的社会炸弹重新扔回经济系统里消化掉了。这招确实高。当然啦，这也不代表那个欠钱的老板就能拍拍屁股走人。在新加坡欠薪那可是实打实的犯法，不是道个歉就能完事的。工人可以通过各种程序去追讨，就算公司破产清算，工人的工资也是排在前面拿的。MOM 那边也会直接采取行动，罚款啊，起诉啊，或者直接吊销执照。以后你这老板就别想再请外籍工人了。反正就是先把社会的底盘稳住，然后再回头去狠狠收拾那个惹事的人。所以啊，回过头来看这400人欠薪的事儿，真正有意思的不是政府出没出手，而是他们出手的那个顺序。先稳住情绪，再稳住身份，接着搞定新工作，最后才是慢慢算账和追责。这套顺序其实就是新加坡处理这种劳资风险最底层的逻辑，绝对不能让1-2个烂老板把整个社会的秩序给搅黄了。对于咱们这些在新加坡做工的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拿准证的外籍员工，理解这套逻辑还是挺有用的。平时看新闻可能觉得就是个八卦，但其实都在提醒咱们，真到了关键时刻，到底是哪些制度在保你的饭碗、身份和退路？可能吧，搞懂这些能少走点弯路。今天就不搞什么求订阅、求点赞那一套标准话术了。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被拖欠工资的糟心事？或者身边朋友有类似经历的，留言区跟我讲讲呗。行，今天就聊到这，下次再扯别的。